哎呀，我的妈呀！过年这几天呢，温迪给我闯的那些祸呀，真是造孽呀！最后还得是张大铁替我教育他奶。过年呢，是咱全国最阖家欢乐的日子，但同时也是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最颠沛流离的日子。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到底爱谁更多一点，平时也不这么计较，但是过年的时候那是锱铢必较的。比如今年大年30，我是要下午去我姥家跟我姥家人吃饭，然后要转场去我奶家，最后呢吃完饺子接完神还要回到我妈家陪我妈睡觉。这中间每一次的转场都需要精准的动态时机观察以及完善的谎言借口储备。但是温迪呢啥也不懂，你编的啥谎言他都给你戳穿了。我们下午不是先跟我姥家这边跟我妈吃饭吗？我看吃差不多了，开始要打包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奶那边今年就比较特殊，这么大岁数了没有人陪过年，我咋的我得过去一趟，完我很快就回来啊。我妈瞟我一眼说，你要走你悄没声走，你别让人看着。我说妈，我以前带1个加拿大胖子都够扎眼的了，现在带4个，还有2串，如何能离开的悄无声息？到了我奶家，那我当然是不能跟我爸说，我刚才跟我妈已经吃完一顿饭了。我爸那端着菜上桌，跟温迪说，来，温迪你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地道的东北名菜——酸菜炖血肠。你看你是不是人生前60年都没吃过？我是真没想到啊，人家温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书包里拎出一个打包盒，里面是刚才我妈在饭店点的酸菜血肠。人家温迪看刚才打包的时候没人要，给我爸拿回来，我就把温迪拉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想的？我求你告诉我。温迪说，因为我在乎我的哥哥呀。我说，但是他俩离婚了，就是不爱彼此了。温迪说，但是他们都爱酸菜呀，酸菜有什么错呢？有什么错呢？当然，我跟我妈说的，我爷我奶这边就俩老人过年没人陪，也是谎言。实际上大伙儿都在，很热闹。我就跟温迪说，一会儿你回到我妈那儿，你要记住，你刚才参加的那个局只有我爷我奶俩人，没有别人 ，OK？ 然后我们回到了我妈家，我妈看着我们就很象征性问一句，啊，回来了，刚才吃咋样啊？温迪喝了点酒，把我的叮嘱全忘了，又一次迅雷不及掩耳，掏出他的手机给我妈看刚才那顿饭的照片。我给你看照片。我当时就搁旁边，我就往死瞪温迪，我往死瞪他，他反应过来了，心眼还挺快，看自己手机上照片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我 P 上去的Photoshop。年30算是折腾完了，我跟温迪说，我说你准备好，明天初1还这样。温迪说，你让我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温迪转身就去找我妈了。我有一个想法，明天也就是新年的第1天，我想请你吃顿饭，然后我们叫上哥哥一起吃。我妈脸都绿了，问我，他说啥？我说温迪问你胳膊咋样了，能不能一起吃？温迪还说，谁说胳膊了？我说的是哥哥。我妈转身就走了。温迪非常无辜的看着我，我觉得你的妈妈还是不太喜欢我。Why？ 我说你的哥哥和你的姐姐已经离婚20年，也都各自再婚了，你让他俩单独吃饭，你觉得合适吗？温迪说，谁说单独了？还有我呀，而且他们也可以带着他们的现任呢，不是叫团圆饭吗？团圆 all get together 吗？有什么问题吗？他一天给你姥整生气多少回来，给妈惹祸，他逮啥说啥，你说他咋整？You be careful, okay? Don't 瞎说 ，understand? Okay? 你们俩别说话了。这个家呀，没有张大铁真得散。我带着我公公婆婆出来旅游，才1天，我公公现在说啥要找个中国老伴。我们先到了西安，因为我公公布莱恩想看兵马俑，我比他们晚到1天，我就把钱给温迪了，让他订。温迪觉得120块钱一张票太贵了，自己上网找了个兵马俑平替，门票20。第2天就给大伙全拉去了。到了地方，布莱恩就产生了第一个疑惑：这个世界闻名的景点咋没人呢？别想了，往里走吧。布莱恩陷入了第2个疑惑，这国外新闻里看到的兵马俑也没有这么多彩灯和高科技呀。再往里走，布莱恩的第3个疑惑，这价值连城的兵马俑，导游竟然告诉布莱恩可以随便摸。这不会了，这太上课了。他们的头都是可以动的，因为是多放钱。哎，我有问题的吧？到这儿，布莱恩彻底明白了，这都是温迪干的好事儿，这已经让布莱恩心里很不爽了。但是还好，西安有很多好吃的，给布莱恩香完了。但是温迪非让布莱恩陪他吃啃某鸡。以前的布莱恩吧还会哄着，但是看完假兵马俑，布莱恩成了真爷们儿。头1天还顺从呢，今天突然鼓起勇气告诉温迪，我要吃凉皮儿。温迪说，我要吃炸鸡。你是我老头，我老头就要陪我吃我喜欢的东西。布莱恩说，要不你就换一下你喜欢的东西，要不你就换个老头。温迪气得扬长而去，自己吃鸡去了。第2天我们又出去吃饭，温迪说要喝冰水，这餐厅没有，温迪就让布莱恩必须领他出去买冰水。温迪在那边，我要冰水，我要冰水，我要冰水。布莱恩助听器一摘，热水一倒，任温迪说啥都听不见，给温迪一个一条龙服务。啊，真香！哎呀。饭吃完一抬头，温迪没了，完全找不着。我们都着急了，我让布莱恩找，布莱恩说我不找，有缘分，北京见。 We will see her in Beijing then。我说北京见啥呀？我还在他手上呢。我们就开着车沿路找啊，转了2圈，最终大胖媳妇在一家冷饮店的玻璃窗里看到了被拐儿童张大铁。
不出门吧还不明显，一来中国这俩人是花钱吃喝，收拾屋啥都别进。比如做家务时候，温迪就拿吸尘器，布兰已经熟练整上云晶洗涤机，用完你歇着，他把剩下活全干了。缠头发自己剪，滚刷脏自己洗。S3 Island 超自律，以前大胖媳妇见着污水箱就跑，云晶直接自律管理，不发臭，完事一拎一扔，看这地板锃亮没水渍。回到酒店直接就吵起来了。Eat whatever you want. I will just go somewhere else and I will meet you later. Fine, go there. What do I care? You're messing everything up. You're messy. Wait and I wait and I wait while you eat all the spicy food. Listen，你们俩别说话了，谁要说话先举手 ，OK？You like Chinese food? I like Chinese food. Don't 撑着就行。You no like Chinese food? A little bit. Some things. You 可以饿着。 Cheese off the pizza. I eat cauliflower. It's ba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ice and 拿出你为什么生气呀？受不了了，他俩太幼稚了，太幼稚了。哎，你们相信不？其实《再见爱人》里这个麦琳她嫁错人了，她有一个绝配，就是俺家大胖媳妇儿。哎，真的，麦琳要是嫁给了大胖媳妇儿，那真是嫁到了他的新趴上。最近我在跟大胖媳妇儿，我俩一起追《再见爱人》，这个麦琳不是说啥话都绕着弯子，老让你听她的弦外之音吗？给别人都整懵了。但是巧了，大胖媳妇儿根本听不懂弦外之音，她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那天我看麦琳跟梁亮生气了，说自己不录了，我这边看着这个憋得慌，结果人大胖媳妇儿。耶，我们录了。你为什么不开心？太要走了，太要走了。但说实话哈，大胖媳妇这个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完全不内耗这个特质，她只适合麦琳这种性格，因为她不会被她耗进去。但对我而言呢，她有点耗我，还耗张大铁。有很多时候哈，别人的这个弦外之音都得张大铁替他爸翻译。我妈最近在给自己装修新房子，然后那天俺俩跟我妈选电视的时候，我就跟大胖媳妇说，我说你就信我的，买最大的。我妈就是爱面子，爱排场，你就买最大的。大胖媳妇说，那电视也不是说越大就越好，咱得亲自问问我丈母娘说她到底要多大的。然后我们就给我妈打电话了，我妈是这么说的，反正你二姨家不就买个75寸的吗？75的吧，你老姨家整80多，气派是气派，但是吧，其实我还真是我不愿意跟他们攀比，挺老贵的，反正也是你哥和你小弟就非得给买嘛，说是尽份孝心。我确实就是我不比他们大2岁嘛，我就确实是我有时候在你老家看小电视，我就看着可费劲了，眼睛都干了。挂了电话，我转头问大胖媳妇，所以我妈需要什么？要药水，要水。给我急的，我跟俩还说，你俩告诉我，给姥姥买什么？完了，完了钱哪天？哦，对，完了钱。所以你看跟他有啥话就得直说。你看我妈念叨喜欢拍照，她说可以给我妈报班学摄影，我说你歇歇吧，快把小米15手机给我妈送过去，徕卡光学硬件素质拉满，拍出来的人一看气血就好，白里透红。AI 算法直男拍法也出片，跟苹果设备传照片都很方便，我都懒得跟大胖媳妇解释了，爱咋咋地吧。但我觉得可以让张大铁试一下，我说张大铁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跟你爸唠一下，跟他说一说这个道理，就是人有的时候说的话是这样说的，但他意思是相反的。妈妈，你懂了吗？姥姥说它不要太大，意思就是它要最大。为什么？吃饭的时候，妈妈说咋不撑死你呢？妈妈是要撑死你吗？妈妈是说，对啊，你别撑死我。真的吗？真的，我看电视的时候，妈妈说你一直看啊，你别睡觉，明天也别上学。妈妈是让你不睡觉吗？不是，妈妈是让我睡觉。对啊，你想看电视？不是，你问妈妈要自行车的时候，妈妈说我看你像个自行车，是说你像自行车吗？对啊。为什么？因为妈妈说我像自行车。不对，妈妈说的是我像自行车。我像自行车。我是自行车。妈妈说我像自行车。这都掉。我像自行车。爱咋咋地吧。哼。